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深夜读书。阿德勒曾深刻指出，一切人际关系中的矛盾，皆源于对他人无端的妄加干涉。人生仿若一场短暂的戏剧，我们在世间匆匆登场，演绎着酸甜苦辣的百态人生。在这广袤的世界里，人与事、事与物之间的聚散离合，变幻无常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。我们在时光的长河中不断前行，一边收获着新的拥有，一边又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失去。然而，人生中诸多的哀伤，往往源自于我们执念过深，深陷其中难以自拔。大部分的痛苦，则是因为我们不肯在适当的时候放手离场，固执地坚守着已然消逝的过往。而那些悲剧的产生，常常是由于我们强行干涉他人的因果命运，妄图左右他人的人生轨迹。佛经有云：以作不失，未作不得。世间万事万物皆遵循着因果循环的规律，你所失去的，其实并未真正消逝，它会在冥冥之中以另一种形式悄然归来。所有看似的失去，最终都将以别样的方式重新回到你的身边。因此，我们应专注于自身的成长与修行，莫要轻易涉足他人的命运因果，切不可因他人之事而愤愤不平。恰似一朵花的绽放，是播种、发芽、浇水、施肥等一系列精心培育过程的最终呈现。人生亦是如此，我们所历经的种种境遇，皆是前世今生的因缘际会所定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独特的因果循环中前行。倘若我们过于在意他人的生活，过度纠结于得失荣辱，便会打乱自身原本的生命节奏，从而错失在人生旅途中那些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妙风景。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命运轨迹，当我们贸然介入他人的生活时，便极有可能改变他们既定的人生走向。一旦参与到别人的因果之中，我们就不得不为他人的福祸吉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与后果。当我们在岁月的磨砺中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历，感受了无数次的春秋交替与冬夏轮回，便会深刻领悟到，往昔的一切事情以及当下正在发生的种种，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联。世间万物皆有其内在的规律与迹象可循，有得必有失，有哭亦有笑，这才是完整而真实的世界。正如佛曰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人生中的喜乐悲欢，不过是一场命中注定的轮回循环。旁人既无权利，亦无需去干涉他人的命运轨迹。众生皆在尘世中历经苦难，唯有依靠自身的力量自我救赎、自我超脱，不轻易介入他人的因果循环，才是对他人命运的最高尊重，亦是对自己人生的最大负责。人生恰似一场漫长的旅途，途中并非所有人都渴望得到他人的同情，亦并非每个人都怀揣着相同的目标与理想。当我们目睹他人自甘沉沦、徘徊不前时，内心总会涌起一股想要指点他们的冲动，企图凭借自己的经验为他们照亮前行的道路。然而，我们却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：适合自己的道路未必适用于他人。这种强行的介入，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，好心办坏事，最终给他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。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判断与生活方向，我们未曾深入了解他们的过往经历，又怎能妄图指导他们的前程未来呢？正如偷影子的人中所阐述的那般，你不能干涉别人的人生，就算是为了他们好，与其强行为他人点亮一盏明灯，不如专注于走好自己的道路，守护好自身内心的那束光，莫要轻易对他人指指点点。孟子亦曾言：人之患在好为人师，
总是热衷于教育他人，随时随地不假思索地发表自己的观点，对他人的行为妄加评判指点，这本身便是人性中最大的弱点与弊病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每个人的认知水平、人生经历以及眼界视野都不尽相同。在生活中，一旦看到他人未遵循世俗的常规方式生活，我们便觉得有必要对其加以指点，并且常常以过来人的姿态自居，自认为经验丰富、见解独到。看到他人不擅长为人处事，便忍不住想要将自己所认为的道理强行灌输给对方。然而，我们如此这般的苦口婆心、不辞辛劳，真的能换来他们的感激与认可吗？答案往往是否定的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薛宝钗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她满心善意，总是试图履行所谓的好事，看到贾宝玉无心向学，便苦口婆心地劝诫他要收心，将仕途经济视为人生正道。看到林黛玉沉醉于阅读杂书，又忍不住说教，称女子既识了字，便不该看这些书，以免扰乱心绪。看到邢岫烟佩戴着与身份不符的饰品，他又赶忙提醒富贵人家的小姐不可有失端庄。然而，他的这些举动却并未得到众人的认可与感激，反而使得大观园中的姐妹们与他渐行渐远。心理学家武志红曾说，世界上最无效的努力，就是你对人掏心掏肺地讲道理。你讲的道理越多，别人越反感，越不愿意和你沟通。喜欢说教的本质，实则是一种妄自尊大的表现，是将自己的观念强行塞入对方的脑海，背后隐藏着对他人的控制欲。更何况，我们自身的认知未必高于他人，所拥有的经验也未必更加正确无误。过度的指导他人，只会将他人推离自己，使彼此之间的关系愈发疏远。真正有修养的人，从不会轻易评判他人的品性为人，亦不会肆意指点他人的行为举止。成年人在人际交往中最难克制的，便是指点他人的强烈欲望。适度的同情是一种人性的悲悯与善良，然而过度的同情却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。你越是对某个人倾注过多的同情，便越容易不自觉地将其命运背负于自身。曾听闻这样一个故事：小何有一位表弟，年少时便遭遇家庭变故，父亲因工伤离世，母亲又无工作，家庭生活极度贫困拮据。小何出于内心的同情与怜悯，主动承担起了表弟的生活费与学费，一直资助他直至大学毕业。表弟毕业之际，小何恰好购置了新房，于是便将之前的旧房无偿借给表弟居住。这一住便是4年。4年后，表弟的经济状况已然有了显著的改善，然而他却从未主动提及归还房子之事，亦没有丝毫搬出去的打算。小何起初以为表弟或许仍需要时间来过度调整，后来小何谈了女朋友，需要用到老房子作为婚房。当他向表弟说明情况时，表弟却总是找各种借口推脱，不肯搬走。不仅如此，表弟还以广州房租过高为由，要求小何继续给予支持，否则便拒不搬离。最终，小何实在无法忍受，不再同情，毅然决然地更换了门锁，从此与表弟断绝了往来。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在他人遭遇困境时适当地伸出援手，帮人之难，雪中送炭。但若是这种帮助失去了节制与边界，便极有可能反过来吞噬自己的生活与精力。傅首尔在《奇葩说》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管好自己，但行好事，不渡他人。有些坑必须自己去踩，有些劫必须自己去渡。人生之路漫漫，
每个人都会在途中遭遇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，无论是高耸入云的山峰，还是波涛汹涌的险滩，都需要自己亲自去跨越征服。能真正唤醒一个人的，从来都不是滔滔不绝的说教，而是生活给予的磨难挫折。能彻底说服一个人的，也从来不是空洞的道理，而是现实中碰壁后的深刻教训。只渡己，不渡人，并非是一种生性冷漠无情的表现，而是一种清醒理智、利人利己的处事态度。他人人生中的低谷阶段，实际上恰是其自我蜕变成长的黄金时期。我们的强行介入干预，往往会破坏他人内在的成长规律与节奏。荣格曾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连想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，要像太阳一样，只是发出光和热。”每个人接受阳光的反应有所不同，有人觉得刺眼，有人觉得温暖，有人躲开阳光的照耀。并非所有的鱼都栖息在同一片海洋之中，每个人都有其专属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。人在这一生当中，或多或少都会萌生出改变他人的意愿。一旦发现他人与自己存在差异，便急于将其同化；一旦感觉他人的行为有所偏差，便迫不及待地想要予以纠正，妄图强行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。然而，这种做法只会白白耗费自己的心神精力，使自己陷入无尽的折磨与痛苦之中。在《人间值得》一书中，恒子分享了她与丈夫的经历。27岁时，经人牵线，恒子与医生中村三兄结识，二人初次相见便心生好感，迅速坠入爱河，并很快携手步入婚姻殿堂。然而，婚后的生活却逐渐偏离了恒子的预期。她发现丈夫热衷于请客，花钱毫无节制，对家中的各项开支不闻不问，使得家庭经济常常陷入困境，生活难以为继。更为棘手的是，丈夫对酒有着过度的依赖，每日下班后便直奔酒场，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才归家。恒子多次苦口婆心地规劝，可丈夫不但不听，反而每次都以离婚相要挟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才会有短暂的收敛，但不久后，丈夫又会故态复萌，依旧我行我素。恒子越是急切地期望他做出改变，他的反抗情绪就越强烈，两人为此反复争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恒子不仅工作受到影响，生活也失去了动力与乐趣，自己也渐渐陷入了怨妇的泥沼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。直至后来，恒子开始深刻反思，意识到不能再如此继续下去。既然无力改变丈夫，那就不如将精力回归自身。当她转变心态，不再对丈夫抱有改变的期望时，竟意外地发现了丈夫身上被忽视的优点。尽管他花钱大手大脚，但内心善良，常常不计回报地帮助他人。虽然他嗜酒如命，可人品上佳，在朋友中颇受欢迎。恒子终于领悟到，与其费尽心思去改变他人，让自己陷入无尽的麻烦与痛苦之中，不如专注于发现对方的闪光点，学会释怀与接纳，放过他人的同时，也解脱了自己。人生之路广阔如旷野，并非狭窄的轨道，每个人都拥有自主选择方向的权利。你眼中视为浪费时间之事，或许在他人看来却是乐在其中；你认为毫无价值之物，却可能是他人心中的挚爱与追求。康德曾说，请接受任何一个独立灵魂的存在，哪怕有些你并不认可，但也尽可能试着去理解，允许对方有不同于我们的喜恶。唯有如此，生活才不会单调乏味，而是呈现出斑斓多彩的模样。允许他人依照自己的意愿生活，
世界方能因这份多元与差异而绽放出独特的魅力。曾有人提问，关于我是为你好，你是如何理解的？其中一个高赞回答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我是为你好，其本质就是以爱之名实施的道德绑架。电视剧《小敏家》中的单亲妈妈小敏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便深陷此类困境。小敏的母亲在年轻时经历了离婚，独自一人既工作又抚养2个女儿，深知生活的艰辛与不易，因此她满心希望女儿小敏能够避免重蹈自己的覆辙，为其物色了厂长的儿子金波作为理想的结婚对象。在母亲眼中，小敏若能嫁入这样的家庭，必定能够衣食无忧，且不会遭受他人的欺辱。尽管小敏内心并不愿意，但在母亲的强硬逼迫下，无奈与金波成婚。婚后，金波的本性逐渐暴露，他不思进取，整日游手好闲，还常常借酒撒疯，对小敏拳脚相加。小敏多次提出离婚，却均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。3年后，金波恶意造谣小敏出轨，小敏终于忍无可忍，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，逃离了那个令她窒息的家庭。然而，这段痛苦的经历却在她与母亲之间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隔阂。小敏始终认为，是母亲当初的逼迫导致了自己婚姻的失败，乃至人生的挫败。母亲则倍感委屈，她坚信自己的出发点只是想让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每当母女俩发生矛盾冲突时，这件事便会被旧事重提，双方相互指责，争吵不休，彼此都在言语的交锋中受到深深的伤害。法国思想家艾尔维修曾说，有多少伤害都是打着为你好的名义，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之间，这种以爱之名的过度干涉也会让对方感到压抑与束缚，进而导致关系逐渐疏远。无论是夫妻还是子女，每个人所面临的人生境遇各不相同，所做出的选择与答案也自然各异。生活中，好心办坏事的情形屡见不鲜，往往是一方不顾及对方的真实感受与需求，盲目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另一方。我们切不可假借爱的名义行控制他人之实，否则只会将亲情转化为仇恨，将家庭变成痛苦的牢笼。真正的关爱并非是操控他人的人生，而是给予对方充分的选择自由，让他们能够自主地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关于命运，一直是一个深邃而神秘的话题。在深入学习研究了量子纠缠、量子叠加和量子坍缩等理论之后，不禁对人的命运有了全新的思考。人的命运确实存在，但又具有一种独特的不确定性，它犹如一个神秘的谜题。当我们试图窥探其全貌时，却发现它会在瞬间坍缩，变得难以捉摸。这便是所谓的天机不可泄露。因此，算命之举或许意义并不大。然而，我们每个人又似乎都被赋予了某种天命，它仿佛是一部早已写好的剧本，只是我们无法提前知晓剧情的发展，也无法随意快进或倒退。生命似乎有着一种内在的秩序，一切该出现的事物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如期而至，躲也躲不掉。这便是宿命的力量。人生的不同结局仿佛是平行宇宙中的不同分支，在每一个人生的岔路口，我们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概率，而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引领我们进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。因此，每一个开始都对应着一个特定的结局。人生就是在这无数个开始与结局的交织中不断前行。我们当下所处的人生，只是众多可能结局中的一种呈现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是既定的，难以改变，
但值得庆幸的是，我们并非完全无能为力。我们可以通过当下的每一个选择来塑造自己的命运走向，因为每一个选择都如同一个关键的渡口，能够将我们引向不同的人生彼岸，通向另一个全新的结局。命运既有着某种既定的必然性，又蕴含着因我们的选择而产生变化的可能性。这种看似矛盾的特性，却恰恰符合世界的基本原理以及量子世界的神秘法则，既有着确定的一面，又有着无限的可能性，既是又非，令人着迷又引人深思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和开启小铃铛，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支持。我们下个视频见。